以为就是个流鼻涕的大耳朵小屁孩，结果长大才看清是高攀不起的爽文男主。进了翻斗花园，你叫图图，我不挑你的理，但出了这个小区，你该叫我什么？最好先在脑子里过一遍。小时候看大耳朵图图，时常没有代入感，现在才发现这就是圈子间跨不过的差距。你以为的翻斗花园就是个带公园的小区，普普通通的，估计也没啥概念。其实人家对标现实里的魔都汤臣一品，地处城市核心地段，开窗就是东方明珠，能在世纪初全款拿下魔都大3区，就这实力是多少人的一辈子都不止。所有人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也没说人图图直接就出生在罗马。糊涂的爸爸胡英俊双拳打破家徒四壁，只身闯入上海魔都。90年代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几乎坐实第一批开放高考。985在那会儿的强度和数值只能用无敌形容。从山村农民一天改命到桥梁工程师，真应那句出生卑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糊涂妈妈张小丽是上海本地独生女，家境不必多说，自己上班半个月就能直升主管。公司为了留下张小丽，甚至能开出只用上半天班的条件。就这家庭配置真不亚于网文里什么救世勇者的爹和皇族圣女的妈。结果你反手就告诉我，这样的家庭甚至在动画里都是最朴素的那个。邻居壮壮拿哈根达斯当饭吃，上的幼儿园老师是央视主持人。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那请看看图图的好朋友顶级富二代王子同学，从小穿名牌住豪宅。小时候觉得这名起的真随意，结果再一看，不是哥们，你真是王子啊！老师让背露是名，人王子同学张口就是六王毕四海一，合着任老秦住的玩意儿在你眼里就是农家小院是吧？但要说真正的隐藏大佬，还得是邻居牛爷爷。退伍老干部，户上有房有院，人脉与地位至今成谜。图图一家被绑架，牛爷爷小手一点，半个上海的警力全集中过来了。迎面先来一排清一色的豹子号，连沪俄开头一串零都干出来了。抓个绑匪出动直升机，连2级警监都得坐司机位，到场了还要亲自下来抓人。你猜那后座上没下来的到底得是什么人物？真不是咱牛爷爷想兴师动众，实在是在地的官咱爷爷不认识了。未来有一天，如果图图大学没考上，牛爷爷直接来一句：图图你想当兵吗？有时候真不能怪图图不知人间悲喜，实在是这高处不胜寒。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觉得就是个动画，有啥叫真的？但这一切最扎心的其实是这个直逼爽文男主的胡图图居然是有现实原型的。他就是大耳朵图图导演速达的亲儿子速畅。按照导演所说，所有的故事和设计全都是改编生活日常，拍动画的本意更是为了哄孩子开心。哇，都说这儿了，咱还能说什么？还是我对胡少爷速少爷大不敬呢？前面还能跟着乐，一听有现实原型，直接不稀奇了。一句作者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直接干碎我的童年幻想。本以为看的是动画片，其实不过是人导演记录自家互圈小少爷的成长日常。另外最后我还想问个事儿，就是咱少爷缺管家不？实在不行，给少爷的少爷当保姆我也愿意啊。